你好，我是50+。今天我来演示化油器不打开直接维修的方法，包括两部分内容：从汽油箱的底部排空汽油，或者压扁供油管，阻止汽油流入化油器里。这呢是化油器底部，这是主体。第一部分维修的工作呢，我们就从化油器的底部的排泄口开始。用一个六角扳手打开排泄口，会有汽油流出来，可以用一个铝箔盘放在下面。如果汽油吸附了水分，就会积聚在底部，水呢比汽油重，刚好我们可以对汽油除水。为了方便观看，我这里准备了一个全新的化油器。旋开以后，把带有 O 型密封圈的塞子暂时放到旁边，往里面喷入少量的化油器专用的清洗剂。塑料管是可以弯曲的，或者连接一个软的塑料管会更加的方便。然后用手指插进去，这样轻轻的触碰浮箱。这样做可以修复浮箱的卡住、阀针卡住，或者解决阀针的定位问题。这些呢都是汽油供应不畅通或者阀针密封不严的根源。现在不要走开，更重要的还是第二部分维修工作，主要针对自动主风门。打开空气过滤器放在旁边，这是注油器，我已经在前期视频中演示了维修或更换的方法。用一个套筒扳手打开面板上的螺丝，取下来放在旁边。现在可以看到化油器和它上面的红色垫片。我也用这个全新的化油器拨动主风门上的摇动臂，可以看见化油器内风板的开闭移动过程。往里面风板上喷入少量的化油器清洗剂，可以清洗和润滑门板。从化油器出口端，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金色的门板的开闭移动过程。但是在机器上不取下化油器的话，是没有办法从出口端观看的。如果发现门板移动不顺畅，可以用清洗剂多次冲洗，或者直接更换门板，否则将导致发动机气缸的汽油供应问题，比如造成系统困难、不能启动或者中途停机等等。主风门外面的摇动臂是通过连杆机构驱动的，通常连杆容易被杂草、泥土、树枝等等卡住，所以要定时打开发动机顶盖检查和清洁。这样移动把手上的红色控制器可以观察连杆的传动是否顺畅，最好每个连接处涂上一些润滑油。如果从化油器外部维修不能解决你的锅槽机的化油器故障，那么可以参考我的关于化油器的前期视频，然后打开化油器分部进行维修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